我和姐姐重生到了沈家提出联姻这天。前世姐姐嫉妒我嫁进沈家，成为阔太太，制造车祸，与我同归于尽。这一次，姐姐选择由她去和沈家联姻。我笑了，沈氏母子对我多年来的虐待折磨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姐姐一起重生到沈家提出联姻的那天，客厅里，父母坐在沙发上，严肃地看着我和姐姐。婉晴、婉宁，不是爸妈不心疼你们，我们家现在接手的项目需要资金周转，沈家这时候提出联姻，刚好能解燃眉之急。况且沈氏在燕城是数一数二的企业，家风严谨，沈大少爷一表人才，也算是良配了。说完，父母的眼神移向我，期待着我能主动开口。前世我像爸妈期待的那样，主动开口，同意了他们的请求，嫁进了沈家。而这一次，姐姐却率先站了起来，对父母说：“爸妈，我是长女，联姻应该由我去。”我爸犹豫了一会儿，开口劝道：“婉晴，你想好了吗？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，不是能拿来开玩笑的。”我想好了，我要嫁给沈大少爷。姐姐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而且爸妈养我这么多年，现在公司有难，到我帮家里做贡献的时候了。”她拽了拽我的手，对我露出一个近乎志得意满的灿烂笑容。婉宁也希望我可以找个好归宿吧。我没有忽略她目光中一闪而过的威胁，点头应和她的话。我当然希望姐姐能过上好日子，沈家家大业大，一定不会亏待姐姐。我爸看着姐姐坚定的表情，沉吟片刻，最终同意了。我心知姐姐才不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人，但我没有拆穿她。我知道她想重走我上一世的路。前世我接受联姻后，姐姐继承了家里的公司，可姐姐既没有管理公司的才能，也没有好好经营公司的打算。公司在她的管理下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断裂，濒临倒闭。而我嫁给沈旭后，不仅衣食无忧，还进入了沈氏集团，成为高管。她想方设法来到燕城，想让沈家帮忙挽回公司的损失，却刚好撞见沈旭送我上车的一幕。姐姐坐在车里，心里燃起妒意，她心一横，一脚油门直冲向我所在的车辆。凭什么你就能享受荣华富贵，我却只能收拾家里这个烂摊子？当初要不是你抢先，嫁给沈大少爷的人应该是我。我和姐姐双双倒在血泊之中，所以这次重生，姐姐立刻在我之前选择了和沈家联姻。明明有了重来一次这么宝贵的机会，却选择了男人和婚姻。也好，这样我也有机会开启我的崭新人生。我打开手机，找到一个久未联系的头像，发送了一条消息：陆学长，你之前提过的邀请还作数吗？周末，爸妈安排了和沈家人的聚餐。沈家夫妇是一对40多岁的中年男女，穿得十分讲究。他们身后跟着一个20多岁的青年，他戴着一副眼镜，笑得温和。这就是沈大少爷沈旭。这张脸我永远难以忘记。午夜梦回，他出现在我所有的噩梦里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不自觉打了个冷战。他把塑料软管强行塞进我喉咙里催吐的时候，也是这么笑的。我只不过是晚餐时多吃了一点，上体重秤的时候重了半斤，他就拉着我去卫生间，逼我把食物全吐出来。呕吐物逆流的恶心感仿佛再次烧灼着喉咙。我晃晃脑袋，把前世的阴影甩开，抚了抚胸口，安慰自己已经没事了。自沈旭一出现，姐姐的目光
就立刻粘在了他的身上。沈母仔仔细细地审视了一遍姐姐，半晌才点点头：“这就是晚晴吧？”姐姐适时羞怯地低下了头。沈伯母好，不错。沈母的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光芒，和我们家阿旭也算般配。她拿起餐桌上提前准备好的热毛巾，擦了擦手。我们家规矩不多，不过该遵守的也必须遵守。等你嫁过来，我一样一样给你讲。姐姐闻言，顿时心下一喜。虽然沈母说话有些古板，但她这话的意思，她和沈旭结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我在一边自顾自吃着碗里的食物，没有说话。前世嫁进沈家时，沈母挑剔我小门小户没有教养，也拿出了这样一套规矩，要我严格遵守。她的规矩大到向她汇报每次出门的行程，小到身材体重的数值标准，条条框框定死了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。一旦违背了某一条规定，沈母就会罚我不许吃饭，美其名曰形象管理，要我控制体重。沈旭更是继承了他母亲的控制欲，非但不加以阻止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对我要求更多。他们逼我删掉了所有好友的联系方式，切断了我与外界的联系。但凡我生出一点反抗的心思，等待我的就是暗无天日的储藏室。至于沈府，那个不关心家庭的男人只在意利益得失，我每一次的反抗和求救，他都熟视无睹。我在漫长的折磨里度秒如年，几近疯狂，终于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假意服从，说服沈旭让我进入沈氏集团工作，签下一单又一单的生意。直到那时，他们才开始正眼看我。我看着姐姐，不由冷笑连连。她只顾欣喜，根本没听出沈母话里的深意。一顿饭的时间，两家把婚事确定了下来。离开餐厅，我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，我按照约定来到一家咖啡馆。刚进咖啡厅，我一眼就看见坐在窗户边的男人，陆学长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陆川是我同一个大学的学长，学的是中医专业，是我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认识的。我们和社团里还有几个成员很聊得来，渐渐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。毕业后，陆川打算自主创业，向我递出过橄榄枝。不过我当时也在忙着毕业论文，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。前世嫁给沈旭后，陆川的邀请就不了了之了。再后来，因为沈旭那变态的控制欲，我被迫把陆学长连同其他朋友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。这次联姻的人换成了姐姐，我终于有机会接受了陆川的邀请。不着急，你能来就已经很好了。他不在意地摇摇头，公司就在这附近，我先带你上去转转。那就拜托陆学长了。我跟着陆川走进咖啡馆旁边的写字楼，推开办公室的门。我还没来得及观察周围的环境，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生就朝我跑过来：“宁宁姐，好久不见。”我一下认出了她的声音，她是比我小一届的学妹，也是社团的一员。办公室的其他人也被我们这里的动静吸引，纷纷上前来和我打招呼。他们之中有些是老朋友，有些则是没见过的新面孔。陆川一边带我参观，一边给我介绍，公司的成员不多，主要还是以书法社认识的那群朋友为核心。公司主打的是健康护肤的美容产品，研发团队由几个中医专业毕业的研究人员组成。我读的是经济类专业，陆川就打算邀请我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。他给我介绍完公司，再次郑重地向我伸出手：“婉宁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”办理过入职以后，陆川送我回了家。
生活变得忙碌起来。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，全心全意投入工作。前世嫁进沈家后，我说服沈旭让我进入公司工作，凭借着不要命似的努力，我终于一步一步爬到了公司高管的位置。今生那些宝贵的工作经验让我很快适应了现在的工作。父母没有关心我另外找工作，他们已经把名下1/3的股份都作为姐姐的嫁妆，言语间也不太希望我进入公司的管理层。姐姐的婚礼办得格外盛大，婚后她就留在燕城和沈家人一起生活。节假日时，她才和沈旭一起回来了一趟。我也被父母叫回来聚餐，我妈烧了一桌好菜，都是姐姐以前爱吃的。姐姐坐在沈旭身边，看着瘦了不少。我妈从厨房端菜出来：“婉晴，你难得回家一趟，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多吃点儿。对，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。”爸爸立即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姐姐碗里。你妈一大早去买的排骨，新鲜着呢。姐姐看着一桌子美食，面露难看。谢谢爸，不过我最近在减肥。她吃饭的速度很慢，一副食欲不振的样子，这模样我很熟悉，是厌食症的症状。前世多次催吐下，我也曾患上同样的病症。减肥？你都这么瘦了，怎么还要减肥？我爸不悦地皱起眉头。身材管理很重要的，一天都不能松懈。姐姐放下筷子，把话题转向我。倒是婉宁，要是不好好管理体重，小心没有男人看上你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有手有脚，自己能养活自己。被突然点到的，我毫不在意的又吃了一口。妈妈做了一桌好菜，我还要多吃一点。姐姐真的一点儿都不吃吗？是啊，婉晴，再怎么减肥，好歹吃一点儿。我妈也顺着我的话劝，她不会想到，对姐姐现在的状态来说，越吃反而越难受。妈做的排骨可香了，姐姐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吃了吗？吃一块没事的，不会长肉。我说着，往姐姐的碗里再添了一块排骨。可是姐姐还想推脱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我打断。姐姐你难得回来，可别辜负了爸妈一片心意啊。爸妈也期待地看着姐姐，期盼好不容易回家一趟的女儿能吃上一口她最爱的菜。姐姐为难地看了看碗里的排骨，又看了沈旭一眼，见他没有解围的意思，只好夹起排骨咬了一口。还没嚼几下，姐姐忽然一阵恶心，放下筷子就飞奔进卫生间，顺便反锁了门。即便如此，卫生间里姐姐的呕吐声也听得一清二楚。爸妈一脸担忧，我妈起身敲了敲卫生间的门：“婉晴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”姐姐声音沙哑，她吐得难受，还要强撑着回应我妈：“妈，您去吃饭，我来就好。”沈旭端了一杯水，站到我妈身后。婉晴可能是一下子吃得油腻了，身体不舒服。沈旭表现出的关心不似作假，我妈这才叹了口气。回到餐桌上，这一顿晚饭，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没能好好吃完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旭就称姐姐身体不舒服，提前带着姐姐回去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工作越发得心应手，研发前期资金投入跟不上，我取出自己的积蓄，提出了投资入股，有了稳定的资金流动，又有我揽下了公司的运营事务，陆川他们总算能够把全部心思投入在研发上，研发的进度加快了不少。我们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，品牌名声也逐渐打响。燕城近期有个商务晚宴，我们公司也受到了邀请。我代表公司出差去了燕城，本来打算去商场购置2件替换衣物，
没想到意外碰见了熟人。姐姐比上次看起来更加瘦削憔悴，她跟在沈母身后，唯唯诺诺的不敢出声。我很久没见过姐姐发朋友圈，恐怕是手机已经被沈母和沈旭管控了，发什么信息都要经过这二人的同意。你是阿旭的妻子，是我们沈家的儿媳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怎么出席公众场合？沈母一边挑着衣服，一边对跟在她身后的姐姐说：“要不是我们家肯接纳你，你哪有机会享受这么好的生活？”姐姐在她身后连连称是，半个字也不敢反驳，她也没有力气反驳，身体虚弱得走几步都要喘两口气。沈母拿起一件衣服，在姐姐身上比划了2下，姐姐的表情瞬间凝固。沈母经常在她身上比划，要她控制体型。为了减肥，她接受了沈家母子半建议半强迫的催吐。长期催吐造成的厌食症让她的体重迅速下降，又引起了这对母子的不满。骤然增加的饮食量加重了她的厌食症，可她只是说了一个不字，就被关进了储藏室反省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储藏室里到底待了多久，静寂无光的封闭空间放大了他身体所有的不适，孤独几乎让他窒息。一想到那段日子，他的脸色就白得吓人。沈母接了个电话，大概是有什么重要事情，嘱咐了姐姐几句就匆匆离开。姐姐松了口气，一转头就看见进店购物的我。他立刻收起了刚才对沈母的满脸讨好，对我趾高气扬起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我一边挑选着衣服，一边反问。你不是找了个创业小公司上班吗？那种公司能给你开几个钱？他的声音稍有嘶哑，也许是长期催吐损坏了声带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家店不是你这种工薪阶层能消费得起的。我是工薪阶层，那姐姐你呢？你不是连工作都没有？我停下手上的动作，讽刺地看向姐姐。我都是沈太太了，还要工作干什么？我可是有老公，乐意为我花钱。她扬了扬手上沈旭给她的副卡，指了指刚刚沈母挑的几件衣服，对服务员说：“这些都帮我包起来。”好的，请稍等。服务员从他手上接过副卡，交给前台结算了总价。刷好了卡，他动作麻利，很快打包好衣物，连同小票和副卡一起送到他手中。不到1分钟，姐姐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她看见来电显示的备注，神情更加得意，故意清了清嗓子，冲电话那头甜甜地喊了一声：“老公，怎么了？”沈旭的声音从电话传来：“你买东西了？”“对，妈带我出门买衣服，不过她好像有事先走了。我难得出来一趟，想买2件衣服再回去。”“知道了，晚上我就不回来吃了，你早点回去。”电话就此中断。姐姐脸上闪过一丝失落，她意识到我还在场，连忙收敛了神色，恢复刚才的傲然。看我做什么？羡慕我有沈旭这么好的老公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你姐夫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用他的卡买2件衣服也要过问的好老公，你就是嫉妒。他一脸不屑，恐怕花光你1个月工资也买不起这里1件衣服吧？是吗？我将挑中的几件衣服递给服务员，从包中取出1张卡，麻烦结账。姐姐暴毙看着我，幸灾乐祸地等待我听到结算价格后的惊愕。服务员从我手中接过衣裙，看到卡面的一瞬间，立刻换上更热情的笑容。周小姐，马上为您结账，请您稍等。他给另一个服务员使了个眼色，那名服务员也快步走上前。周小姐，
我们为您准备了茶水点心，您可以在 VIP 休息室等候。这家店是个奢侈品牌，设计风格简洁大方，也是我经常光顾的首选。我递出的卡正是这家的 VIP 卡。不用了，我微笑着摆摆手，转头对姐姐说，就算花光工资，好歹也是我自己的钱，比不上姐姐买件衣服还要被人过问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他们家的 VIP 门槛可不低。姐姐表情错愕，她转念一想，又鄙夷地打量我，该不会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姐姐，我收敛了微笑，你不拿出证据就胡乱造谣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说话间，服务员已经将包装好的衣物送到我手边，我轻声谢过，径直离开。姐姐哑口无言，只得看着我的背影远去。燕城的商务晚宴选在最豪华的酒店举行，邀请的都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实力企业。我们公司虽然还不能和那些行业标杆相提并论，但发展迅猛，实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前途无量。见我受邀出席，不少眼熟我的宾客都主动过来与我攀谈。我和以前合作过的客户打了招呼，又应付完和我搭话的宾客，总算有一刻时间喘息。就在我准备找个角落歇脚时，一个稍有些嘶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这宴会什么时候这么没档次了？你这样的人也能混进来？我抬起头，来人果然是姐姐。我注意到沈旭在不远处与其他人攀谈，想必姐姐是跟着沈旭一起来的。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我反问他，你没有受到邀请，都可以陪着沈旭参加。我收到了邀请，凭什么不能来？姐姐冷哼一声，谁知道你是靠什么受到邀请的？她环顾了一圈，目光在好几个宾客的女伴身上停留，意有所指道，保不齐和他们一样，哪怕对方的年纪比他们带上2轮，只要把人哄开心了，不照样要什么有什么？我叹了口气，把酒杯放在一边，不想再和他争辩，起身准备离开。怎么，心虚了？姐姐立刻伸手拦住了我，还是说你看中下一个目标，要去钓金龟婿了？姐姐，我说过，造谣是要负责任的。我面色一沉，正打算把姐姐的手推开，有人的动作却比我更快。姐姐看清来人，立刻挽住了他的胳膊，亲昵地贴在他身侧。阿旭，你谈完了？沈旭淡淡地应了一声，看向我时却变了态度。这是婉晴的妹妹婉宁吧？自从你姐姐回燕城后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我连连摆手，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。沈总不用和我套近乎，而且现在是工作场合，我不希望在这里谈论工作以外的事。好吧，既然妹妹不想谈私事，那我们来谈谈工作。她笑着向我伸出手，示意我坐到沙发上慢慢谈，丝毫不顾及姐姐还站在她身边。我们公司有意涉猎养生这一块产业，早就想找贵公司合作了。沈旭正想介绍，被姐姐拽了拽衣袖。阿旭，你和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他今天来，不就是准备找金主吗？胡说！沈旭严厉呵斥了一声。婉宁可是商会专门邀请来参加这次宴会的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？姐姐被突如其来的怒吼吓了一跳，眼眶泛红，2行泪就从眼角落下来。可他怎么了？沈旭甩开姐姐挽着他的手，冷笑道：你看看你妹妹，现在功成名就，人也出落得这么漂亮，再看看你，瘦骨嶙峋，要气质没气质，要学识没学识，哪里配得上沈家太太的位置？眼见着姐姐又要落泪，我连忙趁机离开。婉宁，你先别走，你难得来一趟，
我请你吃顿饭。沈旭见我要走，扔下姐姐就朝我追来。你要是有急事，我的车就在停车场，我送你去。我加快脚步，好不容易才甩掉沈旭，靠在驾驶座的座椅上。我长舒了一口气。姐姐被沈旭一个人丢在宴会会场，她呆愣愣地望着沈旭追随我的背影，也想追上他，却双腿瘫软，无能为力。周婉宁，凭什么重来一次？沈旭还是会喜欢你？她恨得咬牙切齿。明明我才是正儿八经的沈太太，是沈旭的妻子，是不是我还不够漂亮？还是我不够讨他欢心？姐姐心中闪过无数种可能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对，我要给阿旭生个孩子，只要有了孩子，阿旭就不会移情别恋了。她擦去眼泪，不自觉握紧了双拳。姐姐和沈母商量过后，沈母请了专业的医生和营养师为姐姐调养身体。沈家还是想要一个继承人的，因为长期节食减肥，身体受损，姐姐调理身体花了不少力气。接受医生的治疗后，她厌食症的情况大有好转，但她受的罪却一样也没有减少。除了每天需要服药外，她还要定期进行针灸和药物注射。受了3个月的苦，她终于怀孕了。本以为沈旭从此就能留在她身边，做好成为一名父亲的准备，没想到沈旭直接以出差的名义早早订了机票，暂住在京城。一开始他还是以合作的名义来我的公司找我商谈，可我一听他提出的策划，显然是临时编写出的，空有框架，可行性方面几乎为零。我果断拒绝了和他的商务合作。没想到沈旭直接打出追求我的旗号，天天拖前台给我送花送礼物。当然，这些东西最后都进了公司的垃圾箱。我不堪其扰，严令保安记住他这张脸，不许他再踏进公司大门一步。沈旭多次吃了闭门羹，只好回到燕城。姐姐还是没能保住这个孩子。本来以她的身体素质，能够怀孕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。听说沈旭抛下她不管，飞往京城对我频频示好，她更是气血翻涌。孩子还不满3个月，就有了先兆流产的征兆。沈家母子在手术前拿走了她的手机，不允许她联系父母。京城与燕城又相隔甚远，父母根本不知道她流产的消息。病房里，姐姐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她刚从手术室推出来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沈母来看了她一眼，只嘱咐她养好身体，尽快再怀孕。沈旭则完全不想见她，推脱工作忙，来不了医院。他们没请护工，只留下姐姐一个人在病房休养。姐姐艰难地下床，挪进卫生间。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陷入了绝望。镜子里的人形容枯槁，眼窝深陷。原本厌食症好转后，她正常补充营养，身上也长了些肉，恢复了正常体重。可紧接着怀孕带来的孕吐，又将她打回原形，甚至比以前还要消瘦。她掀开肚皮，皮肤上满是治疗留下的针眼，肚皮也是青紫一片。姐姐跌坐在地上，呆呆地望着镜子，不敢相信眼前这人竟是自己。如今沈母只把她当作沈家的生育工具，沈旭也早已厌弃她，恨不得她就此消失。自己的父母远在故乡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遭了多大的罪。只有周婉宁，她的妹妹，和上辈子一样活得逍遥自在。姐姐眼里泛起深深的恨意，她不顾下腹的疼痛，挣扎着站起来。周总，楼下来了客人，说是您姐姐。助理敲敲我办公室的门。周婉晴，她不是在燕城吗？怎么会突然到公司来找我？带我去看看吧。
助理将我带去了会客室。会客室里，姐姐垂手坐在沙发上，她的精神看上去很糟糕。见我来了，她才抬起头，对我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。你来了，不对劲，这不像姐姐平时的作风。她平时对我趾高气扬，怎么现在反而朝我微笑？我注意到，自我进门起，她有一只手一直背在身后。我没有搭理姐姐，马上退回门口，对门口站着的保镖吩咐了一声。2个身强力壮的保镖点点头，动作飞快，一左一右把姐姐钳制住。姐姐躲闪不及，也抵不过2个壮汉的力量，不过片刻就被保镖控制住。咣当，一把刀从她的手中脱落，掉在地面上。我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，有了前世的事故，还有沈旭前段时间的死缠烂打，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。沈旭还没从京城离开，我就已经雇佣了2名保镖。姐姐被保镖制住，动弹不得，只能朝我大喊：周婉宁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沈家母子的真面目？难怪你眼睁睁看我嫁过去。她扭动着身体想挣扎，却被按得更用力。都是你害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她还想继续咒骂。我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们公司离最近的派出所只有5分钟。接到报案后，警察很快赶来，把姐姐带走了。姐姐最终因持刀伤人未遂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。父母想劝我撤诉，被我直接拒绝屏蔽拉黑一条龙服务。官司结束后，我没有再主动关注过姐姐的消息。公司即将上市，要忙的事情多了1倍。沈家立即和姐姐提出离婚，也不再维持和我家的合作关系。父母换了号码打电话来找过我几次，我经常在各地到处跑，没有固定的长期住处，他们找不到我，只能打电话给我。姐姐已经入狱，即便刑期尚短，也留下了污点。就算回到自家公司工作，以她的履历也难以服众，更别说沈家撤资后，本就萧条的生意更加不景气。公司一直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生产，随着时代发展，公司已然被时代淘汰，现在已经濒临破产，所以父母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希望我可以继承他们的公司，可以给他们养老。我果断拒绝，并更换了号码。规定的养老金我会按时打到他们的卡上，至于其他，从小到大，父母只给我提供了足以我生存的物质条件，我不想，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同时回馈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回报。沈家也不全是因为姐姐的事情取消合作，跟不上时代发展。沈氏集团也在逐渐走下坡路，他们没有多余的资金去支持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，撤资也可想而知。公司庆祝上市的庆功宴上，我和几个创始人一一碰杯，将杯中酒液一饮而尽。明天我就要飞往国外，公司即将拓展国际业务，需要我忙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更好的生活正在未来等着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